今天开箱的是联想 Y710P i7-13700H 4060显卡 2.5K 165赫兹游戏本，首发价7999元。在 Y910P 冲击高端希望破灭之后，终于放低了姿态。去年 Y710P 连3060显卡都没有混上，最高只给到了3050 Ti， 而且还是个 2.5K 的屏幕，结果卖的相当惨淡。8000元的价位带还是主流市场，这是谁也不可能放弃的嘴边肥肉。你不要，总归会有人要。下回我们来快速的开箱。这是它的型号、序列号和配置。A 面金属材质，容易沾染指纹指汗，有拯救的标，有联想的标，但是没有背带库。B 面屏幕比例16:10，看文档会多一行，但是打游戏会拉伸画面，看电影上下会有黑边。顶部是插了额头和摄像头，下巴约为1指半。据说现在屏幕晃动也被列为了缺点。据说屏幕弯也是缺点，那这样的话很多机器都不符合。还有人说 A 面软也是一个缺点，这就很蛋疼了。C 面塑料材质，全尺寸键盘，有小键盘，方向键是大的，键程 1.5 毫米，手感和质感是不如 Y910P 上面那台的，光是烤漆都不一样。触控板偏向左侧，声音一致。机身左侧一个出风口，两个全功能 C 口，只有这个支持充电，耳麦接口。右侧 SD 卡槽、摄像头开关、出风口。背面两个出风口，两个 USB 接口，一个网口 HDMI 和一个充电接口。USB 接口偏少一点，而且左右两侧是没有的，插拔设备不方便。拿在手上面的质感还不错，就是容易脏，然后这个边边角角也不割手。低壳是塑料的，然后进风口也比较的大。如果说真的要说一个缺点的话，就是这个额头稍微有点丑。单手开合可以，支持180度开合。屏幕漏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以后不会再测试了，除非你买 OLED。性能控制软件有4种安静、独显、直连、混合模式、极显模式都是支持的。所有驱动已更新为官方最新版。主板824 22WW， 处理器 i7-13700H TDP 45瓦，英特尔7纳米工艺，实际上就是10纳米。6个性能核，8个能效核，14核心20线程，基础频率 2.4G， 最高睿频 5.0G， 实际上就是一个 12700H， 只不过把内存条的频率加高了一点，机能性增强了一点而已。显卡 RTX 4060，颗粒来自三星，最高功率140瓦，这个家伙100瓦就已经很强了，140瓦根本就跑不到，没有多大用。风扇依旧有口哨声，也就是啸叫声。内存读取64000，延时107，然后延时比较高。16G 三星 G+5 5600的频率。USB 接口都在后面的话，每次插设备都要到后面去插，很麻烦，真的。屏幕是京东方的 16.1 寸，2560×1600分辨率，165赫兹，16:10的比例。这个比例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，就是你每次看视频的时候，它的上边和下边这边都是黑框。不论哪个网站它都是如此，等于这个屏幕它就完全浪费了这上下的区域。当然你看文档的时候会比16:9多看一行。这个屏幕最低亮度就是黑屏，几乎看不见，隐约可以看见东西。100% sRGB， 实测 99%， 是色调响应和灰阶。屏幕最高亮度322尼特，然后 80% 亮度约为131尼特，亮度上偏低，和 Y910P 那块屏完全不能比。硬盘是日联的 AM6A1，1TB 价格便宜，速度不快，比较缩水，说是 PCIe 4.0， 实际上大概 3.0。G5000上用的就是这个硬盘。无线网卡是 WiFi 6E 的 HR211。整个测试过程放在独显直连野兽模式下进行。鲁拉是2020版，跑分156万，机身长度 35.9 厘米，上下高度 25.9 厘米，底部没有凸起物。机身最厚的地方 25.3 毫米，包含脚垫 30.1 毫米，裸机2360克，适配器940克，旅行重量3300克，比天选4重450克，比魔霸新锐重120克，比暗影9重130克，比 Y910P 轻440克，比 R910P 轻340克。电源适配器230瓦，两段式设计，像一个小板砖。单烤进行了36分钟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86度，功率90瓦，性能核 3.9G， 能效核 3.0G。但是它单烤的功率并不稳定，从85瓦到91瓦之间波动，现在到了81瓦。刚才整个曲线图上下起伏。现在加入双烤，单双烤一共进行了75分钟。CPU 的和显卡之间互相抢电，整机性能不超过150瓦。
CPU 从27到30瓦之间波动，偶尔突然跳上60瓦，显卡从115瓦到125瓦之间。今年联想机器不论是 Y9000P 还是 Y7000P 调度上都是做的一塌糊涂。今年双烤 CPU 只给了20几瓦的，我只看过2台机器，一台是 G5000i7，一台是天选4 i5，Y7000P 是第3台，他可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。CPU 的温度74度，功率28瓦，性能和 2.0G， 能效和 1.7G， 显卡功率118瓦、120瓦，频率2205，温度80.8度，整机表现和 G5000 相当。现在的室内温度是 20.8度，键盘上开机键附近比较烫手，键盘中间的温度也比较高，达到了41度。噪音倒是不高，人声位的噪音不过 53.5分贝，单烤显卡125瓦左右，安静模式26瓦加48瓦几乎玩不了游戏，均衡模式28加80瓦勉强玩游戏。CPU 性能方面，Cinebench R53连续跑了10轮多核，最高17426，最低17196，差值230，单核成绩1884。与上一代暗影精灵8 90瓦的 i7-12700H 相比，单核提升 3%， 多核提升 1%， 性能几乎一样。比天远4 80瓦的 13500H 单核提升 4%， 多核提升 16%。比 R9000P 82瓦的 7745HX 单核提升 3%， 多核弱 4%。比魔霸新锐123瓦的 13650HX 单核弱 1%， 多核弱 12%。比天远4 90瓦的 13900H 单核弱 9%， 多核弱 8%。比暗影9 90瓦的 13900HX 单核弱 10%， 多核弱 28%。比 Y9000P 130瓦的 13900HX 单核弱 8%， 多核弱 38%。13700H 实际上就是个换皮的 12700H， 仅此而已。4060显卡我已经强调很多次，但凡给到100瓦的功率，性能都不会差。65瓦的功率已经可以和140瓦的3060显卡相媲美。联想这边依旧给 Y7000P 进行了默认出厂超频，也就形成了整个联想游戏本家族跑分霸榜的情况。对比不超频的暗影精灵9 Time Spy 显卡跑分提升了 3%， 按照某些跑分党的说法，已经可以吊打了微软是业界最受欢迎的渲染引擎，一般用于图片和动画渲染。微软引擎是处理器多核性能比上一代的暗影8弱 17%， 比暗影 9P 的 13700HX 弱 29%， 比魔霸新锐的 13650HX 弱 23%， 比 R9000P 的 7745HX 弱 25%， 比魔霸 7P 的 7845HX 弱 48%， 比天远4的 i9 13900H 弱 19%， 比 i5 13500H 和 7735H 提升 2%。CODI 和 RTX 引擎吃显卡性能，默认显卡超频的 Y7000P 比其他不超频的4060游戏本 CODI 引擎领先 5%， RTX 引擎几乎一样，比3060提升 25% 和 30%， 比4050提升 12% 和 16%。游戏基准测试帧数会比同显卡的机器要低一些，少则35帧，多则10来帧，大家就当看个乐呵，毕竟中间的变量实在太多了，仅供参考。造成帧数差异主要有2个原因，首先 CPU 性能一般，虽然不拉垮，但不会有加成。另一方面，游戏中只有45加100瓦的性能释放， CPU 和显卡刚刚好可以吃到饱，导致后劲不足。我们没有用超能模式，超能模式比野兽模式只增加了10瓦的显卡功率，对游戏的影响几乎没有。极品线5极致画质 2.5K 69帧 1080P 93帧，车型的奥德赛 2.5K 超高画质60帧 1080P 74帧，古墓丽影 2.5K 超高的特效帧数59帧，赛博朋克2077光线追踪超级特效 2.5K 的分辨率。游戏里的帧数约为60帧左右， CPU 71度不高，性能和 4.2G 4.1G 43瓦，显卡65度97瓦，切换成1920x1080分辨率89帧左右。然后其余的数字 CPU 这边到了 3.7G 44瓦， GPU 65度92瓦，跟刚才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游戏里的帧数约为130、140、150左右，然后 CPU 的温度80度不高，这边功率 3.6G 3.7G 45瓦左右，显卡这边95瓦70度，整体表现尚可，而且它的功率在游戏里表现得非常稳定，几乎维持在45瓦加100瓦的功率。这种设置方式之前我们也看到过，例如在惠普光影精灵上面，
保证最低的显卡功率和 CPU 的功率，就已经可以完美的运行各种各样的游戏了。Apex 执行型2560x1600分辨率3重缓存开机加强化，整体特效高，游戏的帧数约为在130、140左右。绝地求生2560x1600分辨率，渲染比例100%，特效超高，落地的 FPS 约为100帧左右，依旧稳定在45瓦左右，108瓦显卡。性能和这边 3.3G， 能效和 3.0G， GPU 72度109瓦。时间久一点的话，它的温度会稍微高一点，达到了80几度，也还算好，帧数也还行，几乎比较稳定。分辨率不变，切换成3级制的特效，帧数可以达到180帧左右。CPU 依旧是45瓦 3.7 的频率， GPU 105瓦100瓦73度，有这个调校打游戏已经足够了。只要你不像双考那样来回的跳功率抢功率，那就没问题。1080P 就没有必要测了，这个像素是 720P 的，很一般。第一壳电池部分加装了一个塑料片，可能是为了保护电池。内部和 G5线只能说是一模一样，有细微区别。例如散热片从蓝色变成了黑色，一条粗壮的热管变成了2条细热管。左侧的这个 USB 接口砍掉了，然后电池增大了，就这么些区别，其他都是一模一样，包括硬盘也是一模一样。无线网卡倒是做了升级。为什么这一代的机器它的上限不够高呢？因为它的这个铜片，这个像均热板一样的这个覆盖片，它变小了，而且变少了。上一代版本是很多的，而且面积也大。内存条是5600频率的，而且有这个散热片。不过这个硬盘它是裸奔的，而且还有晃动。它在地壳上给硬盘留了一个散热贴，而且它的散热铜片，就是这个散热铝片是铝的，不是铜的，不是铜的。再说一遍，去年的版本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一下，那都是铜的，这个地方包括这里都是铜的。没想到 G5线会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见面，更换散热片，摇身一变成了 Y7000P。超能模式下30加130瓦的性能释放，整机功率不超过160瓦；野兽模式下28加122瓦，整机功率不超过150瓦。游戏里则表现为45加100瓦的性能释放，几乎和以前的光影精灵系列一样。没想到有朝一日联想走了惠普的老路，这让追求极致性能释放的人群非常失望。在不吃功率的40系列显卡加持下，打游戏是完全够用的，大可放心。与主流游戏版还是有些差距，只不过差距很小。但是我要吐槽几个点。USB 接口只有2个，而且都在机器的背面，插拔设备非常不方便。风扇在中高转速下有明显的小叫声，很难受。相比较上一代的 Y7000P， 散热规格、材质、用料缩水明显，甚至是键盘。而且性能控制软件做的跟坨屎一样，难用且定位不清。
超能模式我感觉就是来凑数的，压根也没有什么用，风扇只会一直狂转。7999的性价比只能说一般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原价7999元，回血价7699元，不介意被我使用过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店铺瑞城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拍下即可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我们下期见。